怎么判断你的伴侣有没有多偶的特质？精神分析有个观点，一个男性跟妈妈的关系决定了成年之后他跟女人的关系。所以一个男性会不会多偶和他有多好的外在条件是无关的，和他内化了怎么样的母亲形象是有关的。我们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一下多偶男的4个心理机制。第一个，早年和妈妈缺少情感连接，孩子天生是渴望与妈妈亲近的，但是如果说每次这个男孩子需要妈妈的时候，妈妈都不在，又或者说呢，当他想要拥抱妈妈的时候，妈妈都会推开他，他缺少和妈妈这种情感上的连接，那他就会在内心深处幻想出一个能够无条件接纳他的理想妈妈，然后在今后的关系中不断的去寻找那个幻想中的妈妈。所以他会无意识的去靠近女性，和所有的女性都保持一个很好的关系。那么从理论上讲，这一类多偶男他是唯一一种可能变成专一的人，但是前提是你能够无限的接近于他理想的妈妈，能给他稳定不变足够的爱，但凡有一点不能满足，他就会继续不断的向外去找妈妈。第二个呢，从小被母亲过度入侵。如果一个妈妈早年间总是过度入侵孩子的生活，比如各方面都管得很严，和谁交朋友都要管，几点回家要管，连升学报志愿也要管，又或者总是偷看儿子的日记手机，没有给孩子一点隐私的空间，那这个妈妈就会给儿子种下一种负向心锚，他就会认为和谁变得亲密，对方就会变成妈妈来管他，亲密关系对于他来说是一种自我剥夺，所以他潜意识里边就会抵触进入关系。那么和这样人在一起，他也许会给到你很好的恋爱体验，他自己也是认为他是爱你的，但是你不能对他提要求，尤其是一些限制性的要求，比如少喝酒啊，早回家呀，你也不能表现出你想要和他去组建家庭，他会觉得他妈又回来了，从而感到一种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入侵感，即使他再喜欢你，他也一定要再去找一个不那么喜欢人在一起，来缓解他内心的融合焦虑。第三种呢，他有严重的分离创伤，和上面那种小的时候被管得很严的人在一起，只要你不期待他进围城，还是很快乐的。但是和有分离创伤的人在一起，你会有种无论你对他有多好，做了多少努力，都无法靠近他的感觉，因为这一类人对所有的关系都有一种很深的防备。他可能在本应该和妈妈待在一起的年龄，就过早的体验到了分离，比如被抛弃啊、留守啊、寄人篱下，导致他对关系的态度就是所有的关系都会走向分离，他会默认爱的人最后都会离开他，所以他不敢和你靠得太近，只要靠近了，他潜意识里的创伤就会被激活，那个不安全感就会让他做出一些推开你的行为，比如说劈叉啊，频繁的和其他异性建立互动，他就是要把精力分散在很多人身上，只有这样他才觉得很安全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可以这么讲，多偶的本质是他的一种自我保护手段，用来防御自己内心被抛弃分离的恐惧。那最后一个呢，就是这个男性内在的极度自卑，他在小的时候没有跟养育者互动中建立起来的自体存在。在心理学里，自体存在就是一种被看见我是存在的感觉，没有自体存在的人会产生非常强烈的自卑感和弱小感，会让在成年之后不断的去追寻自体存在。所以这样的人在亲密关系中会通过多偶来确认自己的价值，他会不停的去发展新的关系，因为在关系初期往往是恋爱浓度最高的，能够给他内在所需求高浓度的情感反馈。那么这样的人，你不要想着如果你给到他足够的认可，是不是就可以改变他。一个潜意识里不够认同自己的人，无论你给他多少关注，他依然会觉得不够，他就是会不停的换人来验证自己的价值。其实我们说完这上述的4种情况，你会发现一个点，所有的多偶男本质上都是没有爱的，他只爱自己，他只是需要更多的人来爱他，来填补他内心的空缺，满足他某些方面的情感需求。所以不要幻想有一天渣男可以浪子回头，这是他们人格层面的缺失，你很难去改变。如果你不能接受，离开是最好的选择。